火锅肉丸真的是垃圾食品吗？超市里9块9一包的火锅丸子真的能吃吗？今年全国提前入冬，大雪来得猝不及防，裹着棉被缩在床上，脑海中一定会闪过3个字：吃火锅。羊肉、肥牛、毛肚、鸭肠，除了这些必下的爆款单品，在沸水里扑腾打滚的还有各式各样的丸子。肉片不够，肉丸来凑，加一个香菇贡丸，不用切开就能看到大块的香菇，咬一口撒尿牛丸，滋出的汤汁烫得人浑身一抖。窗外寒风凛冽，没有人能拒绝一份热气腾腾的丸子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肉味实在单薄，远不及纯肉丸子。但好在市场价1斤只要9块9，平价又亲民。凭借着极高的性价比，肉丸不仅是火锅中的常客，更是麻辣烫、关东煮中的主角。可如此上头的食品，却是许多父母眼中的垃圾食品。不仅全是添加剂，毫无营养，吃多了还影响健康，甚至会不孕不育。火锅肉丸真的是垃圾食品吗？火锅肉丸全是添加剂。不少观点认为，肉丸吃着有多香，添加剂就加的有多猛。这种说法不是空穴来风。10几年前，在日本被称为食品添加剂之神的安布斯，曾围绕肉丸的添加剂问题主动忏悔了一番。他在节目《恐怖的食品添加剂安布斯真相大揭秘》专访中揭露，生产一个肉丸可能会用到20-30种添加剂，添加剂的分量远远超于实打实的肉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安布斯更坦白承认，当看到自己孩子吃下肉丸时，内心并不好受，实在不想让他们吃下肚。在国内，肉丸也是新闻媒体频繁点名的对象之一。2014年，人民网记者暗访餐馆并取样检测发现，某些餐馆为了增加肉丸的弹性、韧性，疑似在肉丸中掺加强毒性的硼砂。在记者采样的14份肉丸样品中，硼砂命中率高达100%。也曾有记者暗访火锅肉丸的生产制作源头，结果发现工厂现场遍地添加剂，真正的肉却不见踪影。中国速冻调制食品标准中明确规定，含肉量达10%及10%以上的丸子就能称为肉丸。也就是说，商家只需要一点点肉，再搭配淀粉、香精、卡辣椒、弹力素、牛肉膏、鸡肉膏等配料，就做出任意味道、口感的肉丸。如此来看，满满添加剂的肉丸真的能放心吃吗？2. 火锅肉丸真能放心吃吗？每次提到食品添加剂，总能感受到一种浓厚的化工味，配料表中复杂的添加剂名字也看得人眼花缭乱。但不用过于恐慌，国家针对食品添加剂的管控已出台多项细节规定，在现行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，明确规定了添加剂的使用原则、品种、剂量。剂量决定毒性，是否真的影响健康，要看添加剂摄入的多少。严格按照标准生产出的肉丸，就不用太过纠结安全问题。相对的，不是所有的零添加都能最大程度的保证饮食安全。正常肉丸的保质期很短，如果缺少了适量防腐剂的保护，很快就会变质。对商家来说，食物的囤放、速冻也将成为一大挑战。如果加入防腐剂，肉丸的保质期可长达12个月，方便存放。而且食品添加剂是为了改善食品品质而被研发出来的，在提高色、香、味上起到重要作用。以肉丸中的高弹素为例，这种由多种聚磷酸盐类配制而成的复合食品添加剂，主要作为肉制品的改良剂，改善肉丸的口感。有论文研究表明，在肉丸中添加复合磷酸盐、卡辣椒等类似添加剂，能够提高肌肉蛋白质的凝胶作用。加入适量且安全的高弹素，不仅有利于生产商控制、节省生产成本，还能让肉丸拥有丰富的口感，提高食客的评分。总之，真没必要谈及色变。各种细节全面的标准文件，让添加剂以合理合法的方式的存在，不仅约束了商家过分使用添加剂的行为，还能让吃货拥有更安全的干饭自由。关于火锅肉丸的谣言，还有一种说法是，肉丸生产时使用的都是烂肉，
不然如何解释牛肉市场价40元一斤，而牛肉丸只要10元一斤？其实严格来说，火锅肉丸是一种肉味丸子，属于肉糜制品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行业标准肉丸征求意见稿中，肉丸根据含肉量不同，被分为特级、优级和普通级3种，含肉量应分别大于 65%、55%和 45%。同时，淀粉含量分别不能超过 6%、8%和 10%。而细分到不同肉类也有设定相关标准。速冻肉糜类制品，如果主料是猪、鸡肉，那么主料占产品净质量比例不小于 10% 即可。如果主料是牛、羊肉，比例则需要不小于 8%。所以，碎肉加淀粉加添加剂是火锅肉丸的基本配置。一种肉丸中可能会含有2-3种肉类，有些牛肉丸中甚至没有牛肉。不过肉少不安全，只要是由正规厂家生产的火锅肉丸，能经得起质检就可以安全食用。3. 解馋可以，别多吃。其实没有垃圾食品，只有垃圾吃法。吃的是否健康，关键在于食品的搭配。火锅丸子含有大量的蛋白质、脂肪以及碳水化合物，并不算毫无营养，但与纯牛肉丸相比，还是略逊一筹。同样是100个，牛肉丸比牛肉精瘦的蛋白质含量更低，脂肪含量更高。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而言，长期大量食用营养价值不均衡的火锅肉丸，可能会影响身体正常发育。再加上烹饪肉丸时，往往会在重油重盐的汤底中煮上一会，汤汁中脂肪嘌呤会随着肉丸送入口中，对三高人群来说，可能会让本就不理想的体检指数雪上加霜。此外，一颗肉丸最为致命的雷区，并不是生产用料，而是生产时的卫生条件。在卫生条件不达标的情况下，往往会出现细菌超标的问题。尤其是散装型、速冻型的肉丸，在存放或运输过程中极其容易滋生细菌。根据2005年开始实施的速冻调制食品行业标准明确规定，没有包装的速冻调制食品不得销售，严禁拆包零售。2011年实施的肉丸行业标准也规定，在销售环节，肉丸应配有冷藏柜或冷冻柜，不应裸露销售。尽管如此，肉丸裸奔的现状还是层出不穷。有记者曾在暗访湖北的一家菜市场，发现在人来人往的市场中，散装的速冻肉丸几乎毫无遮挡地摆放在外，许多顾客会直接上手挑选肉丸，一旁盛肉丸的铲子几乎不会被用到。散装售卖虽然方便顾客挑选，但卫生安全大打折扣。因此，想要健康的食用肉丸，尽量选择大品牌打包售卖的丸子，看准生产日期和保质期，不要购买散装裸奔的丸子。这种丸子极有可能由于多次的融化和重新冷冻，沾上了更多的细菌，带来不必要的饮食安全隐患。此外，肉丸虽然味道好，但也不建议顿顿吃，否则7-8颗肉丸下肚，一天的脂肪那含量就超标了。肉丸这一发明可谓是懒人吃货们的福音，它能让你在钱包空空时感受到吃肉的满足，也让你享有火锅、麻辣烫、关东煮一箭三吃的快乐。美味背后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绯闻，其实也并非那么恐怖和严峻。下次吃火锅时，不妨正视桌上那颗肉丸，少一些对零添加生活的盲目崇尚，少一些纠结安全问题的伪概念，用理性的态度看待食品添加剂的存在意义，让身心都能实现干饭自由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让我们打开财富之门，享受美好人生。这里是财富记频道，我是钱老板，感谢订阅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